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飞。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震惊韩国的合约谋杀案。死者呢是一名韩国人气女演员宋善美的丈夫高宇熙。2017年8月21日上午11点40，在首尔瑞草洞的律师事务所，有人被刀刺伤倒在了会议室，浑身是血。经确认，该名受害者是韩国演员宋善美的丈夫高宇熙。医护人员立即将高先生送到了附近的首尔圣玛丽医院。虽然受害者只有一处地方被刺破，但是被刺的部位是非常致命的颈部动脉，即使立刻接受了治疗，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当时呢，正在拍戏的宋善美听到了丈夫去世的消息，浑身颤抖和恐惧，无法动弹。随后呢，宋善美的经纪公司也证实了有关该明星丈夫死亡的消息。宋善美1974年9月出生于韩国中期南道泰安县，身高172。1990年参加了 SBS 举办的超级精英模特大赛，获得了第2名，从而在娱乐圈出道。自1996年出道以来，宋善美一直活跃于演艺圈，总共出演了接近40部电视剧和10多部电影。宋善美的丈夫高宇熙曾做过电影艺术总监，后来转行成了装置艺术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2005年，通过金智勋导演介绍，他们俩认识，并在2006年6月29日结婚。宋善美对丈夫的第一印象是像模特一样英俊，是一位非常热情有爱心的人。结婚的初期呢，丈夫还对她承诺将永远享受新婚的生活。直到2015年4月，结婚8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小孩，一个可爱的女儿。谁又能想到，女儿在她2岁的时候，也就是2017年，竟失去了自己的爸爸。这起案件是一件典型的谋杀案，不同的是，凶手没有逃跑，一直待在事发地，直到警察到达后被现场抓捕。谋杀者呢是一名28岁的赵某，案发前在附近的市场购买了作案工具。当天警方立即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既然这起谋杀案是发生在律师事务所，那大概率和法律事务有很大的关联。高先生呢之所以会来该事务所呢，其实呢是为了对付他的表弟郭某。这个郭某的父亲呢与高先生的妈妈有一个共同的父亲郭老先生。郭老先生少年时移居了日本，从事五金事业，后来又建立了基金会，进入了赌场业务，积累了很多的财富，算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据说呢，当时他在日本和韩国都拥有价值上百亿韩元的房产。听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像是兄弟之间对于外祖父财产的分割问题发生的矛盾？的确是涉及到财产，但是呢，高宇熙是受到自己外祖父郭老先生所托，对自己的表弟发起了诉讼。原因是郭某订了一份虚假的赠与合同，劫持了祖父郭老先生在首尔价值680亿韩元的房产，并将其登记到了自己的名下。那是在案件发生的1年前，郭老先生回到了韩国，见自己的儿女和孙子。就在郭老先生喝醉睡觉的时候，孙子郭某偷偷从保险箱里掏出了祖父的印章，在自己提前准备的不动产所有权转让文件上盖了章。郭某第2天又带来了一位律师，对祖父谎称是一名医生，并用手机记录下了律师和祖父对话的视频，想把该视频用来冒充自己祖父赠与房产的证据。最后郭某成功将680亿韩元的房产转移到了自己的名下。后来呢，拥有同样继承权的高宇熙的妈妈发现了这件事情，于是呢便带着高宇熙一起去到了日本，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郭老先生。郭老先生对孙子郭某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愤怒，但已经99岁高龄的他有些不太方便，于是呢就让外孙高宇熙对孙子郭某进行了诉讼。但谋杀高先生的人并不是他表弟郭某啊，是赵某。这个赵某究竟是谁？高先生的死又和这起诉讼有什么联系？在警方最初的调查中，杀人犯赵某表示他认识高先生的表弟郭某，并在郭某手下做事很多年，与郭某待久了就知道了很多郭某的秘密。在高先生起诉郭某这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如果把郭某的秘密告诉给了高先生，应该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于是呢，赵某就找上了高先生，并表示自己身上有一个装有郭某秘密的 U 盘。高先生答应给他20亿韩元作为回报。结果在事务所的当天，赵某只得到了1000万韩元，于是在愤怒之下意外杀死了高先生。赵某的陈述被公开后，称宋善美已故丈夫正与表弟争夺遗产，所以在当时，虽然高先生是受害者，但还是遭到了很多舆论的批评。当然，检方并不相信赵某所说的杀人动机，因为杀人犯赵某和高先生认识还不到4天时间，一个想得到数亿韩元的人，仅仅等待了4天就不耐烦了，还杀死了对方，显然有些说不过去。还有就是当天的律师事务所监控显示，赵某进入办公室后没有吵架，是直接突袭了高先生，
而且高先生的诉讼律师，也就是高先生的姐夫，当时也在场，他目击了赵某刺杀高先生的整个过程，而且他根本不知道 U 盘的事情，并且呢，赵某当年的行为也很可疑，他起初是想和高先生约在外面见面，但是被高先生拒绝了，所以他便进入了律师事务所，并在现场杀死了高先生。可能是知道了所有的办公室都有监控拍摄，他便没有放弃逃跑，淡定地留在了现场，等待警察的抓捕。种种的迹象都表明，本次案件更像是赵某有预谋的谋杀。警方分析了郭某与罪犯赵某的通话记录，并在郭某的互联网浏览记录里找到了契约谋杀法、暗杀法。通过韩国人的合约谋杀等搜索关键词，郭某不能直接杀死高先生，于是呢，想了解合约谋杀，找人代替实施暗杀行动。除此之外呢，警方还在犯罪赵某的短信里发现了一条可疑的信息：我可以去菲律宾生活了。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赵某承认了自己受郭某的命令杀死了高先生。在高先生以伪造私人文件为由起诉表弟郭某的时候，郭某为了报复高先生，便收买了赵某，并命令他对高先生实施谋杀。郭某承诺事成之后给到赵某20亿韩元，表示他可以用这笔钱移居菲律宾，过上舒服的生活。如果赵某被警方逮捕，郭某也承诺将支付他所有的审判律师费，并且会为他的孩子和失去亲人的家人支付生活费和学费等所有的费用。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条件的确很诱人，加上韩国的死刑制度名存实亡，杀人并不会被判死刑，最多也就是无期徒刑，这个赵某也就大胆地豁出去了。所以呢，就在案发的前几天，赵某对高先生透露自己有一个装有郭某秘密的 U 盘，里面的资料都和郭老先生的财产诉讼有关，并以此为诱饵接近了宋尚敏的丈夫高玉溪，并实施了谋杀。随着罪犯赵某的坦白，大家曾经对宋尚敏的丈夫高玉溪所有的舆论误解也都化解了。赵某的犯罪事实并非是因为与高先生的金钱承诺，而是发生的意外犯罪，而是赵某有计划的谋杀。当时呢，还有很多人认为法院对高先生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早在2017年的7月，也就是案发的1个月前，因为高先生提起了诉讼，当时呢，警方已经对郭某发出了逮捕令，但法院最后驳回了逮捕令，理由是鉴于所有的证据有争论的余地，于是呢，郭某就没有被逮捕。可能是出于愤怒，毕竟他和高先生是一家人，但高先生却想把他送进监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刺激到了郭某，然后最终导致1个月后高先生被杀。尽管已经发现了很多谋杀高先生的证据，但是郭某还在审判中坚决地否认这些指控。经过1审和2审，在最高法院的最后审判中，高先生的表弟郭某被判处无期徒刑，凶手赵某被判处了22年有期徒刑，但因为赵某坦白了事实真相，所以减刑了4年，最后被判处了18年。与此同时呢，女明星宋善美也向表弟郭某提出了赔偿要求，经审理共支付13亿韩元。说实话，我有些不太理解这个郭某，他的祖父郭老先生已经高龄99岁了，按理说呢，祖父去世后，郭某的父亲和高先生的母亲都可以获得一半的韩国财产，680亿韩元，一半也有340亿啊。郭某为什么会如此贪婪呢？想要一个人独占，折腾了这么久，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不说，还害死了自己的表哥。因为表弟的野心，伤害到的不仅仅是高先生，还伤害到了一个家庭。作为明星的妻子，宋善美还有一个连死亡都是什么都不知道的2岁女儿。2020年12月27日，宋善美在 MBN 一档综艺节目中多吃典礼现身，一边吃东西，一边又谈起了自己的丈夫。3年前，她被谋杀，这对于她的新粉丝来说相当的震惊。她说当事件发生时，她觉得自己头脑有些不正常，很难接受丈夫永远离开的事实。说丈夫有一颗美丽的心，他不是坏人，他们从来不吵架，而且还总是鼓励她当演员。她最难忘的是丈夫的笑容。宋善美说，我记得很多的笑声，我记得她的头发、眉毛、鼻孔、脚趾，甚至指甲，自己真的很思念丈夫。她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女儿，担心她长大以后会看到有关父亲错误的新闻，并向女儿解释父亲的缺席，说爸爸不想打架，但是坏人袭击了他，他去到了天堂。意识到自己没有父亲的女儿也对妈妈说，如果我写一封信放在操场上，风会把它吹到天堂吗？钱虽然很重要，但比起家人亲情来说，钱就是一张被人类赋予价值的纸而已。钱没有了可以再赚，亲人没有了也就再也没有了。郭某有再多的钱又能怎样？终归不是自己的，他的灵魂已经穷到无家可归。好了，今天关于韩国合约杀人案就聊到这儿，记得点赞、关注、订阅。我是阿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